靶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双腿齐开，这展胯以待，静等咱二垒上位啊！当然咱得拒绝了，因为这一炮可不是免费的，咱代价是放弃人道。虽然宁王在这架着你这盛世美颜、环肥燕瘦的身材，我还是喜爱世间人间的女子。Eternity lies ahead of us. 我操，他真敢下得去腿！你看这活牙咧嘴的马甲线，变了态的子宫，真哎，收起滑中枪，亮出手中的捅这个动作。去死吧你这个背弃人道的娼妇，寡不廉耻，逆反人伦，破天道纵享人伦的婊子，想侵染我这纯洁的心灵，这不可能的。哎，魑魅为伴，魍魉为伍。大家好，这里是人种科技第14期，应该是最后一期了。刚才的杀热火是游戏的最终 BOSS。按剧情来讲，一切尘埃落定。Another day, another order. 这是咱吃饭的档口，一家古董店，咱就这家店管事的，也没有店员啊。然后这是一个订单，订购古董，咱进行打包销售，你的快递啥的，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日常操作啊。但是对于路人，我得说一嘴。你看，这已经到尾声了。上次咱所处这个环境还是在游戏的第1章，到了尾声其实是第15章。皮克为了纪念在这场风波丧生的女友啊，他本身就是吉他手，就是一共经历了15章啊。洋洋洒洒走过来，我也不可能1、2句话就介绍清楚。反正咱刚才杀了那个算是女人吧，她是谁咱就不提，主要是所在的环境并不是咱地球纬度，游戏也没有明确去讲是哪一个遥远的星球的生态。反正放眼望去，就和即将发行那个灭世的世界观如出一辙，血宇宙肆意滋长啊！反正穿梭其中啊，就像一个咱地球的溶洞系统。就主体结构差不多，里面错综复杂、千回百转了，但是组成的元素不是岩石。反正放眼望去，肌腱、骨骼肆意滋长，看上去还挺健康的样子。什么营养不良不存在的啊，看不到一个生物个体。总之，一般人是到不了那地儿啊。刚才那杀那货，包括咱自己，都属于上帝择选之人，才能通过情欲最高涨的时候，灵魂出窍，跨到那个维度啊。在人道世界，你可能就是睡着了。你看这播报，全球变暖，西海岸正遭受什么大海啸啥的自然灾害啊。还有很多地方发生了暴乱，还有一些变异的病毒在南亚愈演愈烈。只是在南亚吗？这事儿放在现在这个时间，2022 4月5号啊，今天是太应景了，这席卷全球了，好不好？咱这放在现实，会不会像这个游戏一样，一道神起啊，第4世界即将毁灭啊？行，我不能多说了啊，说游戏。对 ，OK， 这个订单准备好了啊，这位女士啊。你仔细听这个哈德森女士她怎么说的？还是和上回一样，每次都过度的关怀咱。That's a difficult topic for me. You can't be this closed off. You must have someone to live for. You'll see. You'll find someone better than Lily. Lily's dead. Oh. Oh my. But you said it was a breakup. What happened? It was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I can't say anything else. How do you cope? Oh, God. Sorry. That's stupid of me to ask. Victor, I'm so sorry. It's all right, Mrs. Hudson. You couldn't have known. If only I could help somehow. You know, after my husband's passing, I began... 这个应该不是错觉，这个老女人有意勾引咱啊。然后话里话外，不经意还是刻意把她丈夫去世了给带出来了。这女性式搭讪就这 I 样。 didn't know that. That explains a lot. I buy what reminds me of our best moments. Traveling, music, his hobbies. It's worth coming back. 哎呀，妄图跟咱诉说欣赏，这个话头说的越来越感性了。美丽的回忆，哎，说到点子上去了啊。Your order is ready to be picked up. 但是很明显，咱不接点茬，一个卖一个买，是不是啊？咱这多一嘴都不想多说。Goodbye. My most beautiful memory. 哎，一提到这个美好的回忆，驾着咱神奇的天赋，再跨到那个维度，去寻找咱所谓的美丽的回忆。哎，对于路人，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就是强行把它解释这个世界它是真实存在的，也许是在哪个遥远的天际，反正不是在太阳系的某一个星球高级文明孕育的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说是高级文明，他肯定经历过文明的巅峰期，后来败落了，受另外一个外神的侵扰，变了态，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之所以看不到个体生物，哪怕不是人类的体型呢，反正一个活的生物都没有，那也很好解释。所谓高级文明高到什么地步呢？所有生物掌握了灵魂出窍的知识，抛弃了原本的肉体，超脱了对物质的诉求。所以这些生物呢，纯意识在这个世界无处不在，也可以随意识重组物质，建造了这么一番世界的环境。到这还是好的，直到刚才说话那个古神低语叫洛瓦巴，咱称之为色神啊，他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神灵，侵入了这个世界之后，将这个世界所有生物给腐化了。因为纯意识嘛，咱看不到，所以在这个世界原本的意识生物死没死暂且不提，就看眼前这些蛋白质随意滋长的状态就知道，咱虽然看不见原本的生物的意识，肯定在这生不好生，死不好死。而这个洛瓦巴还在这不停的蚕食或者侵蚀这个维度的生命啊！听我说，临危之际，这个世界原本的守护神啊，叫乌格洛，一看对抗不了这个外来神，马上执行了 B 计划，向浩瀚的宇宙星空啊发出一则求救信号啊！当然了，这个信号不是咱人类科技理解的这个电磁波什么的，肯定是发出了咱人类不可能理解的量子纠缠的某种能量啊！因为这个信号，这个阅读方式不是咱人类全部都能理解的，而阅读人也是事先被选中的，咱就是其中之一。而阅读方式呢，就通过咱梦境直接跨到他这个维度，目的不是击溃这个洛瓦巴，而是守护封印洛瓦巴那叫大门曲塔尼。这话说的就是洛瓦巴已经被乌格洛给制服了，但是洛瓦巴他维度高啊，能力也强了，临时被封印，他也不甘心，也向宇宙另外一边释放神交的信号。刚才咱杀那个女人就是被洛瓦巴传了火的女人，所以咱要杀他，不然他把洛瓦巴释放之后再引到咱地球维度，那不就万劫不复了吗？然后咱杀了他之后，当然他现实并没有死啊，只能算是掠夺了他跨到这个维度助纣为虐的能力吧。总之现在看起来一切尘埃落定，归马放牛了，但是咱还可以跨到这个维度。咱经这一道任务是找回美丽的回忆啊！来了之后，这个洛瓦巴一直在咱耳边低语，这说明什么？各位，他在不停的给咱洗脑。刚才咱杀那个女人是叫阿曼达，阿曼达死后，他这条线断了，现在唯一能和这个维度互通的就咱了，所以他要尽可能的策反咱，让咱反水人道。你还真别小看他，在这种高级生命神灵的面前，真的不要对自己的意志力太过于自信啊！你就想吧，洛瓦巴被称之为色神，他牵扯下了这个维度的本神都得需要通过触发在天际之外太阳系、地球、人类的情欲，才能解读他的求救信息啊！这说明他可以把玩人类的色欲，游刃有余啊！你能抵抗得了色欲吗？所以他在舞动咱人类内心潜在色欲的驱使之下，来到他的封印之地。而且你看，咱的肉体又被腐化了。你看起来好像是被灼烧，其实并不是啊，可以把它理解为分解，就是咱即将不受控制的抛离肉体，而咱的血肉也算是蛋白质吧，受这个世界其他被腐化的意识，就原本的生物，他们变态的纯意识给分解了，然后重组眼前才看到这些环境。所以咱一旦踏入这个变异密室，说是被迫放弃肉体啊，但是有感而发出自咱人内心的色欲所催化的极乐，根本感受不到痛苦了。这听起来像是好事是吧？咱还得往里面走啊，没办法，游戏机制放在这儿了。好事可是好事，但是你最终这个能量，你的灵魂依附这个色神，成为组成它神力的能量的一部分，而咱人类的主意识就被完全抛离了，仅剩下男性那射精那前几秒的快感，女性的高潮前几分钟的快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爽是真的爽，你这辈子最爽时刻都没那么爽，而且无限期让你享受，只不过你放弃自我了。变异密室，宏大的未知的迷之机械，大型催化设备，看这个造型就不是咱人类文明下的产物。他把咱引过来干什么呢？就是把咱乌格洛尔化身的特殊携带神力天选之子的身份，到这个地方来催化咱本人性的色欲，转换为给他解锁的能量。至于怎么催化，你看下面酒池肉林都给咱准备好了，那真是一堆肉啊！我尽量不看啊，太扎眼啊！所谓肉欲横流，纸醉金迷，还是在咱人道的范畴之内去形容这个场面啊。要完美的去诠释咱准备要日的这些玩意儿啊，我真的各位抱歉，我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咱人间的词儿。我操，不行，我后期处理。
太他妈恶心了，倒位啊！她不是女人啊！我后期处理一下。哎，看到没有？有人形生物，和之前趴在地上那几位一样。正因为她是人形，还是个女人，就是和咱一样，前几位先知被她骗到这儿了，在这经受无尽的极乐，真是极乐不死，永无绝期啊！好事儿。其实玩到这儿说这个设定，我都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不像在常规理解下地狱啊，经受无尽煎熬，它是反着来的，只不过放弃思考，放弃人格，放弃你所有的目标。哎呦我天哪，玩这段真是煎熬啊！你看这位先知，这位前辈，你看定钩子直接呼了一个所谓的传能设备啊，只要你高潮就转换成能量，传输到这个喇叭花，反正就是不停的给这个色神供给能量。但是他们太弱了，只是普通的限制，不像咱啊，咱灵魂中暗藏这个维度的本身乌格洛，他们是神之能量。你看这死了多少限制？这不能说死，像这样一动不动的，那肯定是灵魂出窍了。我操，还来？那行了，我的妈，我脏死了，我真脏死了！哎，好，回去了，在人道世界咱醒来了啊，这他妈真是美好的回忆。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will come, and you will have to lear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way things are. If you win, you will only prolong your I suffering. know what you really want, what was burning you from the inside. Do you really think escaping the past is the best solution? 这耳边不停的回想咱这一道经历的人、经历的事儿。Burning you from the inside before It's time seeing one. Absolutely. 这是 X 教授的前期状态，不同是咱没顶过去，崩了，不如一死了之啊！这是好结局还是坏结局？其中一个结局啊。这个结局是啥呢？咱强大的意志力抵抗那个色神的诱惑，并没有给他解锁，但这个色神在那个维度不会放弃的，不停在咱脑子里面循环播放，最终咱选择舍生取义，所以算是好结局。色神没有被释放，然后这算是结局的后续了。通过例会，通过文字介绍阐述其他几个角色的命运。你看这个画面，他先说的就是奥斯特里兹他的命运，就是那个猩红结社那个医师。咱不是之前选择没有杀他吗？如果杀他就没这一刀了。就是个奥斯特里兹深知大势已去，携他部分一些残存的教众离开这个城镇，也算是改邪归正，想重归人道。然后他建立了所谓的性隐者团体，取名就是瑞亚，也算是纪念受这个邪教最大侵染，就是人间的性欲已经满足不了他了，在人道煎熬不得选择自杀的那个瑞亚。但是最后这个奥斯特里兹还是因为性骚扰还是被逮捕了。至于这个迷魂乐团的大教主啊，前面那个奥斯特里兹他是猩红社团，教义其实都一样。游戏玩到一半还以为他是正教呢，其实都是离经叛道。反正这个大教主，你看后面托尔是梅本，上回见到梅本不是已经半死不活了，最后一口气了。反正这个大教主呢，托尔这个梅本尸体很有尊严的给他埋葬了。哎，这是没有释放色神，如果释放了色神，这段不是埋葬梅本，而是把他尸体拉到小树林给亵渎了。反正就是说埋完就埋完就拉倒了。咱从那个维度跨回来之后，前后把这个事儿给这个大教主一说，他还挺伤心，因为没有释放色神嘛。紧接着他剩下人生在无尽的痛苦和期盼那无法实现的极乐之梦度过余生了。这事实证明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如果咱真释放了色神，极乐是真极乐了，但是咱现在人类文明也不复存在了。再说回这个阿曼达，咱之前杀那个女人啊，之所以看他那么变态，是因为他灵魂在那个维度的镜像投影，虽然在那个维度杀了他，在人道世界他还活着呢。当然了，他也无法实现他所信仰的极乐之梦了。当他放下自己的女祭司身份啊，将视角转回自己的人间世界啊，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老公，这就悲伤涕零，忧上心头啊。因为她的老公乔纳森嘛，不是在他面前让咱给杀了吗？他还表现得很无所谓，是不是啊？这放到最后，他开始反思了，感到无尽的懊悔啊。他才意识到他的信仰的色神摧毁了他人道世界的爱情，深挖内心，终于承认了，我还是一个人啊，我还是一个女人啊。而且上面说了，看到没有？他之前都是假装的，假装面对自己的夫君生离死别，却无动于衷，追随自己跨出人道的高尚的信仰。当然了，如果他当初选择不杀乔纳森的话，就没有这个画面了。最后维克托是咱控制男主的名字，就是这段故事结束了，完结散花，还非要让咱操作一下接受命运，你说他贱不贱？
行了，滚字幕了，结束了。我说一下啊，前面的2个选择项分支我没法操作了，因为离结局太远了。就是一个杀邪教头目奥斯特里斯那个医师，我当时选择是放掉他。至于阿曼达的丈夫乔纳森呢，我选择是杀。就这2个选项，我实在没法掩饰。但是最后这个，就是在这个卢斯卡世界接受变了态的阿曼达，还是拒绝的。我刚才选择拒绝他的信仰，拒绝释放这个色神沃尔巴。如果选接受会怎么样呢？这个倒还可以掩饰，因为离这一期很近。OK， 废话呢，直接跳过了，直接选同意就行了。我愿意臣服色神，看看结果是啥。哎，同意，先日了再说，死就死了，管他什么人类文明、卢斯卡文明，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啊。And I know I can't defeat you. You're right. There's no other way. Quit talking, fuck me. I know how much you need this. And after, we'll satisfy the earth as well. 你看他这个脸啊，没有脸了，对，不要脸了，真就不要脸了啊！操，他这个肚子，这个肚皮透过肚皮，这个子宫都长满了这个毛齿，你真敢上啊！啊，这回最后一章改名了，改成人间极乐。This is our last conversation. The last moments to think about what made us human. Do you remember your most beautiful moment in life? I often go back to it. You're going to laugh. It's quite sentimental. Go ahead. Make me laugh. It was when I told Jonathan that I was pregnant. He knelt down and asked me to marry him on the spot. I know there are hundreds of stories similar, but this one's special. 你听他这话说的，还是留恋世俗，并不像他表现出来这么超凡脱俗。 Everything was so simple and naive. What about you? What's your most beautiful moment? Something with Lily? I spent many beautiful moments with Lily, but... Come on, tell me. All right. It was when the Scarlet Lodge captured me. What? They sent me to Lustka, and I found what Austerlitz was looking for. I found the Chamber of Change. 所以说，在最后接受他就是刚他或者冲他，不是为了冲他。这个变了异的阿曼达，你冲完之后，你要附着他的信仰，打开虚塔，你释放色神啊，释放洛巴，把他引到在人道世界，用他的极乐，用他的色欲清洗地球维度的大地生灵。所以咱姑且把这个称之为坏结局吧。但是我说一下，从这往后和前面是一样的，和前面那个结局走路线一样，要面对的事儿也是一样的。到那个变异密室，跟狗呢见到眼儿，还不如狗呢。他妈畜生也得看要日子是不是和自己一个物种啊，是不是？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快进了啊，但可怜的我在私下还是备受煎熬的，如法炮制一番。西巴，行，结束了。哎，和前面结局不一样，咱又回到这个阿曼达身边。Let's go to Zuthrar and finish history. Let's deliver an eternity of pleasure for everyone. 然后完了之后才干正事儿啊！来到虚塔的面前，戴上乌格洛面具，借助这个维度本神超强神力加持，也是唯一的线权，推开禁忌之门。非常宏伟，是不是？但是你看这门下是阿曼达，还有他的包围。咱一直说这个大白耗子，终于见到他真身了。不想他的胸腔是裂开的竖向的一张肉嘴，里面吐出很多胳膊。至于这个阿曼达，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能不能看清楚他的脸啊？如果不能的话，现在是自由视角啊，所以我可以靠近仔细看一下他这张。不能用张这个单位。你看西方神魔设定总是说没有灵魂的躯壳，就这个躯壳它只是一个形容，如果具象化之后就这样了。
谢谢你，小片儿，辛苦你了，小片儿，你就让我多看几眼吧，且看且珍惜啊。所以要说没有灵魂的躯壳来描述现在此时此刻的阿曼达，也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咱也是即将放弃灵魂中主观的意识。来吧。哎，让各位失望了啊！以为会看到洛瓦巴的本身是到底什么样的，哪怕是惊鸿之一瞥，庐山之一角，可惜一帧都不给你，直接到结局的例会。当时我玩的时候我也很失望，但没办法。哎，好在有交代啊！你看到最后阐述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你看，就这个奥斯特里兹邪教分子之前是要改邪归正的，结果没有成功被捕了。在这个结局，就是色神洛瓦巴的色欲精神攻击席卷地球维度，那这个奥斯特里兹他肯定感受到了，他想遏制，还是想改邪归正，所以他把他的教众全给杀了，然后自己自杀了。所以这个奥斯特里兹他其实是好的，不能说是好的，他本性还是遵循人道的，只不过被催化的欲望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他的结局和咱上个结局是一样的，选择自杀。就是之前行差大错我认了，但是现在我宁死不屈。至于这个大教主就悲催了啊！之前拖着梅本尔尸体，在这回说是给他尊严的葬礼啊，但在这个结局后面又补了一句，说是用梅本尔尸体满足了他的欲望。这个洛瓦巴被咱释放并且降临地球了吗？再说这个阿曼达前面都一样啊，为她丈夫伤心了，流泪了，悔恨交加，怀念爱情。只不过最后说是须塔米大门被打开之后，阿曼达的神智逐渐崩溃。说是困境、欲望、思想压迫着他的精神，直至极乐。说了跟没说一样，我有点后悔开这个机翻了。我猜他就想说，他现在所体会的极乐和他期望的并不一样。那么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并不是他此时此刻的体感或者精神状态，肯定是在痛苦之中、无尽的煎熬之中感受极乐。我说了个屁啊！我说了个啥？反正这个游戏的结局挺拉垮，狗尾续貂。卢斯卡那没事，还没讲完，直接戛然而止，然后在这边随便给人事补个漏，结束了，这太糊弄事了。这边区几个人类的命运，咱关心吗？你看游戏到最后，这个逼格都拔到多高了，突然把剧情的视角转到小人物身上了，外加机翻还讲的不清不楚，你还真不如你好好的设计一下这个洛瓦巴的形象啊！咱不管他是好神还是坏神啊，最后推开大门之后，宏大的背景惊鸿一瞥，咱作为渺小人的第二视角，犹如管中窥豹一般。不能诠释，惊雷一闪，消失在黑暗之中，然后啥也不是，直接滚字幕，留个白，还能给下作，如果有下一作的话，给玩家增加多少期望值，对不对？或者说你把这种蔑视的悲观拉到底也行啊，但视角你不能放在这几个人身上，你就和那个搜马结局一样，视角放在外太空，近地轨道就是卫星的视角，鸟看地球，就苍穹之上你眼看地球的地表世界，你这时候不要出现洛瓦巴那个神的本体啊，那就有点俗了。就是地表世界，蓝星嘛，海洋、森林，逐渐瓦解一片，在这种未知的神秘的神力的四神的侵袭之下，开始颓败变质，离视角很远嘛，也看不清楚，但大体可以看到血肉横生，肆意滋长。再配个 BGM， 就是耳边传来空灵般人类那莺莺燕燕不绝于耳的靡靡之音，乍一听像是在享乐，一听却是在哀嚎。然后画面一黑，滚字幕，这不得了吗？也不难吧？看这游戏全程的建模水平，还有后期的渲染效果，做到最后这一点，对他们制作组不是问题吧？我这是随脑一想，用膝盖骨想的。行了，不吐槽了啊。反正这个游戏人种科技啊，我称之为人种科技，其实是超越狱友。历时一共14期，到这是完结撒花。第一期开坑是上年21年的4月3号，现在结束是4月5号。我操，整整一年，22年。这是从我录制这个时间来算是鸿篇巨作吧。当然了，上年录制第一期到第2期中间跨了快半年，所以还是那句话，了解我的观众都知道，至少陪我3、4年的观众啊，我这个人不会挖坑不填的。这话我撂在这儿，谁敢反驳我？行了，最后不瞎扯了，还是用那一阙词来结束本作游戏的实况解说啊。这游戏说啥呢？说的就是明月太虚同一照，暗黑的神仙是病娇，阴阳两界浴火中烧，万物生灵，顿魔道。